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木。大家好啊，我是小雨。小木，今天准备讲什么故事呢？今天我准备讲一个湖，一个特别不对劲的湖。一个湖能有多不对劲？因为这是一个每年6月才露出隐藏菜单的湖。隐藏餐菜单，湖里还能上菜？能，但这个菜单最好别点。这个湖在印度北部雪山里，海拔5000多米，直径只有40米。40米，1分钟就能绕一圈吧？对，但你可能不想绕第二圈。不想绕，看见什么了？每年6月冰一化，湖底露出来的不是石头，是几百具人骨。等等，几百具？那个湖不是才40米吗？这就是最怪的地方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故现场。更怪的是，这些人不是同一批，也根本不是同一个年代啊。有的人1000多年前死，有的人才200多年。这湖怎么什么年代的人都往里掉？它像一个很小的入口，不同时代的人都挤进来了。而且还没完，2019年 DNA 一测，结果里面竟然还藏着一批人，接近今天希腊克里特岛一带的祖源。等等，西略离这儿多远？你知道吗？远得很，你这个反应很正常。因为这就是入肯最不讲道理的地方。你以为它是高山事故，它转头变成身份谜案。你以为它是当地传说， DNA 又把克里特岛拉进来。他就像聊天聊到一半，对方突然拿出一张 DNA 报告。好讨厌，像聊天聊一半，突然拿出体检单。对，而且体检单上写着你祖籍好像不在这儿。原来最吓人的不是骷髅，是骷髅背后的身份。所以真正吓人的不是骨头，是名单对不上。对，这才是最麻烦的地方。不过我们今天不按游客路线走，先看这个湖有多离谱，再看他们怎么死，再看女神传说为什么突然对上，最后看 DNA 怎么出来捣乱。别一听冰雹就结束，也别一听女神就迷信，别一听克里特岛就直接跳到穿越。所以不着急，慢慢讲。它不是普通鬼故事，它是那种越讲越不对劲的故事。先说这个地方吧。Rupkund 在喜马拉雅山南麓，海拔大概5029米左右。5000米，那已经不是爬山，是去缺氧了吧？5000米什么概念？你站在那里，空气的氧气大概只有平地的60%多。那我会死。所以你打算尊重一下？我这是尊重高原。好，你先尊重着。5000米这不是开玩笑。而且这个湖小到离谱，直径大概40米，1分钟就能走完。平时它被冰雪盖住，像一个不起眼的水坑。但每年6月，冰开始化，水位退下去，湖底就会露出骨头。问题是，它偏偏只在6月短暂露出来，因为高海拔融雪窗口很短，一年里可能就20几天。那如果刚好那几天上去，不就直接看到满地骨头？对，而且不止骨头，湖里还发现过头发、皮鞋、玻璃手折、海螺珠子，还有阳伞木柄、阳伞等等，这不就跟我一样，出门总带伞，以防万一？对，然后它的万一出现在5强米雪山。那他比我厉害，我的万一最多在地铁站。你的万一出现的还挺都市。好了，重点来了，因为正常高山事故，你会看到登山装备、绳索、炉具或者很明显的营地痕迹。可这些东西更像一支带着身份和仪式的人群，他们不是随便走到这里，他们像是按某个规则，这个规则也许是宗教，也许是路线，也许是某个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的约定。但从遗物看，他们不像被随便丢弃，更像走到一个被指定的终点。被指定的终点，意思是有人安排他们去那里。不一定是人，也可能是某个规则。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后面每个解释都绕不开这个终点。它不像战场，也不像乱葬岗，更像一群带着私人物品的人到了湖边，而且他们忽然被留在那里，再也没有走过去，这才麻烦。真正的问题是，他们是主动朝圣，还是被某种原因一步步推到这里？正常人到底为什么会上那个湖？你问到关键了，这就要从1942年讲起。1942年，二战的时候。那时候印度还没有独立，英属印度非常紧张，他们当时担心日本军队可能翻过雪山。日本兵要翻雪山，他们自己知道这个计划吗？战争时期，人会往最坏的方向想，所以就派当地护林员寻谋。据说其为一个护林员叫马德瓦尔，他在夏天爬到湖边，往下一看，不是1-2具尸体，是满湖的人骨。等等，他一个人看到的，满湖骨头，这谁扛得住？我猜他连下雨天都焦虑。但他当时根本没空慢慢害怕，第一反应自然会把他往敌军方向想。上面的判断就是，会不会是日本兵偷偷翻过雪山，结果冻死在这里？
可后来的检查很快把想法推翻，因为他们派人去看以后，发现这些骨头不像新鲜尸体，很多已经放了几百年。等等，放了几百年，那二战就对不上了吧？对，日本兵这个想法直接废了。于是一个军事警报慢慢变成了古代谜案。可是战争时期没有人有精力查，这个案子就被搁下了。你要知道，1942年的北印度山区本来就不容易进，战争又把所有资源都吸走了，所以一个雪山里的骷髅湖，对官方来说，只要不是敌军，它就没有那么紧急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早期现场细节后来变得模糊。而神秘事件最怕的就是这个：第一，现场没有被完整保护；第二，现场又太难真正抵达。后面的人每次上去看到的都不是原始状态，水会冲，冰会推，游客也会动。游客一动，后面的人就分不清哪是线索，哪是脚印了吧？对，这就是麻烦。所以 Rupkund 的证据从一开始不是干净的，这坏台成一个后果。后来每个人讲 Rupkund 都会有一点不一样。有人强调骷髅数量，有人强调冰抛，有人强调女神，有人强调 DNA， 而且这不是普通游客会去的地方。但真正难的是，得把这些说法摆上桌。10几年里 ，Rupkund 只在当地传来传去，像雪参自己藏起来的一页。我后背影开始有点发凉了。还有一个说法更不舒服，据说早期上去调查的人回来以后，有人很快病死，记录里更像高原反应，但民间很快就听成了雪山诅咒。高原反应听着更合理，但诅咒传得更快。对，这种地方最容易长出后续传说。因为人类遇到解释不了的死亡，第一反应就是给它加一层故事。后来终于有人认真看这些头骨，是1950年代以后，印度独立以后，他们又重新上山，把能带下来的头骨一个个仔细检查。他们发现了什么？发现几乎每个头骨都有伤口，伤口不在侧面，也不在后脑，就在头顶。头顶？那不是从上面砸下来了吗？对，而且是圆形钝器伤，不是刀，不是枪，也不像动物咬的。那会不会是陨石？陨石啊，从天上掉下来，砸在头上，很合理吧？如果是陨石，那湖应该已经没了。好吧，陨石要是真的，这个湖早没了。那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所有人都伤得这么整齐？因为它不像随机摔出来的伤，更夸张的是，伤口大小忽视很小，大概1厘米左右，像同一个东西从天上掉下来砸的，一下一下砸中很多人的头。一下一下，你说像点名一样。所以按人的直觉，第一反应会以为是谋杀。问题是那里没有战斗痕迹，也没有大规模搏斗留下的骨折，身体其他地方伤很少，所以它不像人杀人。那还能是什么？这个问题一直卡到2004年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是滚石，伤口不会这么集中；如果是武器，身上应该有防御伤；如果是雪崩，骨折分布又不一样。所以大家一直在想，有没有一种东西从天上来，砸完自己消失，不留下武器，不留下战场。这凶器自带清理功能。对，像凶手有洁癖，砸完自己消失。对，所以冰抛听起来土，但真的管用。它从天上来，砸完会化，还能同时打中很多人。2004年，美国国家地理资助了一支探险队，这次不是来打卡的游客。这种地方还真有人去打卡。你别说，真有人会。那我尊重他们，但不加入。铭记，这次上去的是一群认真干活的专业队，他们重新去检查 Rupkund。到了这一步，看起来终于要破案了。他们发现头骨上的圆伤，大小很接近一颗板球。板球？就那个硬的像石头一样的球？对，职业比赛里砸到人都要听工检查，从天上砸下来就更不用说了。那根本不是球吧？那是伪装成球的武器。高速砸到人身上，可以直接打出严重伤。而喜马拉雅山里的极端天气，确实可能突然下超大冰雹。可冰雹为什么能砸死几百个人？你想想看，5000米雪山，湖边没有树林，没有山洞，也没结实屋顶。如果冰雹像板球那么大，从天上密密麻麻砸下来，人只能用手护头。如果是我，我会用包挡头。你的包能挡板球？我包里什么都有，至少心理上有安全感。你这到底是去爬雪山，还是去逛超市？所以伤口集中在头顶和肩膀，反而对上了。你这个解释我不舒服，但是没得反驳。你不接受也没办法，证据就摆在这。冰雹说已经把几件事全串起来了。他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刀伤，为什么没有战争痕迹，为什么伤口从上往下，也解释了当地民歌里所谓铁球一样的冰雹。等等，这听着不是已经破了吗？对，
冰雹说本身是能成立的，很多人也是这么想的。新闻标题都说喜马拉雅骷髅湖之谜终于揭开，但是呢，冰雹只解释了怎么死，没有解释他们是谁。谁会带着阳伞和手车去5香米湖边挨冰雹，对吧？还有一个细节，带队的研究者后来提过，他在 Rubicon 实地考察时，有一种被注入的感觉。这话不能当证据，但是真的很添堵。对，它只适合当气氛。可 Rubicon 最可怕的不是死亡，因为 Rubicon 最可怕的不是死亡。Schoolo 本身还不是最吓人的，最可怕的是，每次你觉得答案已经出来了，他都会多给你一个问题。这就像一扇门，你以为关上了，其实只是打开了另一层。因为刚说完案子破了，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又把门推开了。要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上山，就必须讲 Nanda Devi。Nanda Devi 是什么？当地人把这片雪山看成一座圣山， Nanda Devi 就是山里的女神。每隔12年，当地会有一次 Raja 亚茶朝圣，全程大概有280公里。这套路会经过 Rubicon 附近一带。280公里，这朝圣是认真的。对，这不是旅行，是苦行。这个朝圣非常严苛。在当地的信仰里，女神南达是未婚女神，最忌讳怀孕女人上山。为什么有这么重的禁忌？这不是现代旅游规则，它是古老信仰里的禁禁边界。问题就在这里，当地古老传说里有一个国王，带着王后和朝圣团上山，王后已经怀孕了。她自己知道吗？传说里说她自己都不知道。自己都不知道，这听着更像悲剧了。对，但传说不是讲公平，它真正讲的不是公平，是警告。在传说里，这就等于冒犯了女神。这不是规则提醒，是直接进惩罚环节。对，传说就是这么冷。有个研究当地传说的 Sax， 在那片山里听过很多民歌，其中一首老民歌讲的就是国王、怀孕王后还有朝圣团一起走到湖边，然后民歌把灾难讲了出来。歌里说，女神降下像铁球一样的冰雹，把他们砸死。冰雹、朝圣团、湖边3个关字全都对上。9世纪左右，一支印度朝圣团路过 Rubicon， 遇到极端冰雹，全体当场死亡。这样听起来真像破案了。如果故事停在这里，确实很完整。民歌有冰雹，头骨有圆伤，湖里有手镯和阳伞。朝圣路线也能经过附近。可是你刚才说还有200多年前的人，对吧？对，那14字一放进来，整张图就歪了。神话和冰雹刚拼好。2019年 DNA 把这张图撕开。这一次，哈佛团队做了骨 DNA 检测，他们对 Rubicon 的38副骸骨做了骨 DNA 检测。注意，现场有几百具说法，但高质量测序样本是38的肢体。几百具是现场估计，能拿来做高质量基因分析的是其中38个个体。检测结果一出来，故事立刻变了。第一刀就把故事切成3块。第一批23个人，南亚组员，死亡时间大概在公元800年。第一批人能对上朝圣团和民歌，这一批很顺，年代对，地点对，死法也基本对。那不就对上了吗？还有什么事？还有第2，只有一个人，东南亚组员。一个东南亚人为什么会在印度雪山？这个已经很奇怪，但还不是最炸的。真正炸的是第3批。等等，第3批是什么？第3批14个人 ，DNA 显示他们并不是印度人，也不是附近山区的人，而是东地忒愧组员。东地忒佩，那不是希腊那边吗？没错，这次你的地理没掉线。我一直都在线的好吧，是这个题太偏。今天这题不能离线，因为地图本身刚好就是关键线索。研究里还说，他们跟今天希腊克里特岛一带的人基因特别接近。克里特岛不是度假胜地吗？对，正常人去那里晒太阳。从克里特岛到5000米雪山，最后不是看日落，是挨冰雹，这个行程谁排的？这行程排的人要么是疯了，要么是没打算让人回来。克里特岛的人怎么会跑到印度5000米雪山？这就是现在没人能讲圆的地方。更夸张的是，这14个人死亡时间大概1800年前后，距今也就200多年。等一下，他们和9世纪那批人差了1000年，隔了1000年，却死在同一个湖边。章法也能接上，这就不像单次事故，更像同一个地点重复收人。重复收人，你别把它说得像固定客户。这一点后面很要命。哈佛团队写得很谨慎，但最后的意思很明确。论文最后那一句话很克制，他们没有说奇迹，没有说穿越，没有说外星人，只是把数据放出来。但数据有时候比故事更吓人，因为故事你可以不信，数据你很难装作没看见。
正经文章不会写什么诅咒，要是论文标题写诅咒，我可能反而会认真看。那就不是论文了，那是午夜电台。你别转移话题，所以他们到底说了什么？论文不会写什么时间链切，他只会很冷静地把问题摆出来。我们知道他们死在这里，但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。等等，也就是他们不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。不只是不知道从哪来，这句话其实很重。讲死人故事的最基本的问题，就是人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，为什么死在这里。Rupkun 的问题起，第一个问题就没有答完，后面2个问题也就全悬着。他们说这些发现提出的问题会回答还多。我理一下，第一批像朝圣团，第二批一个东囊虾人，第三批接到地牌，对吧？对，而且他们不是只缺一个答案。从这一刻开始，这个湖不再只是一次冰雹事故，它真正变成一个跨越千年的身份谜案。它真正让人发毛的地方，是把人的来处拿掉了。如果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，你也很难知道他们到底死在了什么里面。后来大家开始给他找台阶下，就是开始替这个湖找借口。对，但这个湖一点不配合。第一种，他们可能是古代希腊人的后裔，慢慢迁到印度。这听着像能圆上。表面上可以，但 DNA 显示他们的组员很纯，没有明显和本地人长期混血。如果真迁了2000年，不太可能这么干净。话带神的话，人未必真的一路迁过去。第二个问题更硬，1800年前后，那片地区已经在英属印度边界体系里记录非常细。哦，这样啊。细到什么程度？盐商带一包盐过关，都可能有账。盐都有账，14个人却没账。没错，一包盐有账，14个大活人没账，你说气不气？边境记录这种东西，不是为了给后人破案，它是为了收税的，为了管人，为了知道谁进谁出，所以它有时比传说还冷酷。一群外来人如果真走过关口，当然也有人会说，他们可能走的是没人管的小路，这有可能。但问题是，14个人不是一个人，高海拔路线也不是散步，他们需要补给，需要向导，需要知道为什么要上去，这些都应该留下影子。你说一个人走丢，可以没有记录。2个人走错路，也可以没有记录。可14个人，还是同一个组员群体，一起出现在高山湖边，这就很难说只是随便漏掉。按理说会留下痕迹，都可能记下来，但没有任何文件提到一群外国人进出这片高山区域。14个人，一个记录都没有。我们团建10个人吃饭都要先发朋友圈。对，可他们圣彼城一条完整路线记录都没有留下。所以不是查不到路线，是连他们来过这件事都像被擦掉了。第3种说法更绕，也许他们根本没去过地铁台，只是附近某个局群，因为长期族内通婚，有意思。DNA 看起来像希腊人，也就是说基因看起来动了，人可能没动，但这个也没圆上。是啊，感觉有点矛盾。没有找到一个能把话圆上的局群，也没有路线能把所有东西串上。还有玻璃碎片那件事呢？对，这个也很烦。骸骨堆里有人提到过奇怪玻璃碎片，化学分析显示，它们从公元800年到1800年都出现，宽度1000年，但成分又非常接近。1000年后的东西却像同一烧出来，这很难解释。说不定是同一批东西传下来的。可这里差了1000年，如果能找到传递路线，案子早破了。所以查到这里，量的不是骷髅，是人，而是这群人啊，没有来路，没有去处，也没有一个能圆回来的说法。接下来这个部分，我先说清楚，不是正经结论，是脑洞。但这个脑洞有点烦。你每次说有点烦，我就知道我要害怕了。先坐稳。我第一次讲给的人听，对方差点让我闭嘴，不是因为恐怖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它太像一扇门，不是说它真的有门，而是像某种开口。你把线索放在一起看，地点很固定，时间是断开的，人群来源不同，最后却都留在湖边。Rupkun 不是目的地，更像一个入口。入口，你别把湖说成会开门的。所以我说这是脑洞。可线索放在一起，画面自己会往那边走，连你都补出来了。你再说下去我就不正常了。别半夜听这个。那先看第一批，1000多年前，印度朝圣团第2副人，200多年前，地佩腿组员，不是同一群人，不是同一时代，却来到同一个小湖，而且最要命的是，死法还很像。更怪的是，2批人都像面对湖一样，像是在等着什么，也像被什么看着。会不会他们不是来湖边，是被湖吸过去的？你看，你自己都往这个方向想了。我也是这个意思。更准确地说，它像一个固定交标，不像普通目的地或终点。不是说真有门，
而是每隔一段时间，这里就会多出一批来路不明的人。你看，最后只留下骨头。更可怕的是，2次事故间的干节好像在缩短，1000年前一波，200年前一波。等一下缩短。这个脑洞最烦的地方就在这里。那下一次会不会已经很近了？你认真算算看，800年变成200年，下次是多久？我不算，万一算出来是真的呢？我会睡不着。如果这个规律还在，下一次会不会已经很近？这个想法比 school 楼本身还吓人。每次被留下的人都不一样，1000年前是朝圣团，200年前是地病太人，下一次会是谁？这个问题一冒出来，故事就变冷了。2次异常都落在同一个小湖，说明这地方反复卷进历史。不是说真有门，只说它会让人这么想。当一个地点反复吸引死亡，人类很自然会把它想象成门，因为门的另一边正好可以装下所有没答案的东西。它不是普通地点。那如果有人最近梦到雪参呢？先别慌，也可能只是被我吓的。你这安慰没用，我吓你的。这句说的太晚了。但认真研究的人到现在也没讲圆，这才是重点。最后回到这个湖，你觉得它到底是什么？我感觉它像事故现场，又像有人反复被带到这里。对，这就是问题核心。只看9世纪那批人，冰雹解释很完整，克里特岛组员那批人一加进来，故事不完整了。1200年前，一群印度朝圣者死在这里；200年前，一群地底胎组员的人也死在这里。他们隔着1000年，却有相似的死法。每年夏天湖水退下去，新的骨头还可能浮出来。为什么我感觉这个故事根本没有结束？因为它确实没有结束。也许答案有一天会自己从冰水里浮上来，也许群误会。那结论到底是什么？结论是，板球冰雹能解释死亡，南达 David 民歌能解释第一批，但克里特岛组员还在湖边站着。所以你是说，这个湖还没收完人？也许，如果以后再发现新年代、新组员，甚至新物品，这个湖的故事就会从谜案变成循环。循环？那我现在就想报警了。现在比较稳妥的说法是，Rube Coon 已经解释了一半，但最关键那一半还悬着呢。你这也太会说半截话了吧？它不像普通谜案，普通谜案没线索，只能猜。Rube Coon 相反，线索太多。每条都像真的。对，但最后缺一块，还在冰下面。讲完了，最后留个小玩笑。什么？今晚不要梦到雪山。你这个祝福我已经怕了。那今晚开灯睡。你下的你负责。好，我负责。下期见。下期见。